富婆仔细打量着面前的男孩，然后一把将他拉进了屋内，并说如果能做到让他满意，富婆就会给他3毛钱作为酬劳。富婆是当地有名的放贷老板，几乎镇子上所有人都欠他钱，因此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写催债信，而且一定要写出让人闻风丧胆的感觉。如果写得好，就另有小费给他。虽然富婆是穷人眼中的吸血鬼，但是为了这笔收入，男孩还是乖乖照做，因为这笔钱对他来说很重要。这个男孩叫弗兰基，他有4个兄弟，父亲还是个酒鬼，整日不务正业，一家人只能靠政府的救济度日。6口人挤在一个潮湿阴暗的破屋内，就算如此，父亲还是会拿着孩子奶粉钱去买醉。作为家里的老大，弗兰基知道自己应该懂事了。10岁的他混在了煤厂里，凭借自己弱小的身躯，第一次给妈妈挣回了1毛钱，得到妈妈的鼓励，弗兰基干得越来越起劲，给妈妈拿回了很多钱。这些钱足够一家人1个月的开销，但是因为粉尘过大，导致弗兰基的眼睛受到很大的伤害，所以不得已他只能停下了煤厂的工作。这天，外出打工的父亲终于回来，虽然走了1年之久，但是却没有带回1分钱。男人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伤了大家的心，只能收拾了行李默默离开。弗兰基悄悄跟在身后，他默默地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到他。这一等就是5年，父亲没了任何的音讯，而弗兰基也长大成人了。唯一不变的是家里依旧穷困潦倒，好在老天对他不薄，让15岁的弗兰基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在上班之前，婶婶带着他买了一身体面的衣服，还给了弗兰基2元钱让他备用。这是除了妈妈以外唯一一个对他好的女人。弗兰基眼含泪水地看向婶婶，婶婶给侄子买了一身体面的衣服，刚成年的侄子无以为报，只好咽了咽口水，然后用最基本的礼节表示感谢。弗兰基成功当上了一名邮差，他每天骑着单车穿梭在大街小巷，挨家挨户的送信送报纸，有时还会收到一些小费。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的变好，这条街上有个富家女孩的信，大家都不愿意去送，因为她有肺痨，害怕被传染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。唯有弗兰基为了可观的小费，甘愿去冒这个险。因为雨天路滑，导致弗兰基转弯时重重的摔了一跤，开门的人正是那个女孩。让弗兰基意外的是，女孩非常漂亮，还很善良。看着摔伤的弗兰基，就邀请她进屋休息。但此时弗兰基有些犹豫了，万一进去被传染肺痨就不好了。但一听女孩说有小费，弗兰基就跟着女孩进屋了。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，让2颗懵懂的心发生了碰撞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女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就在几天后，女孩离开了。这段初恋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但是对于弗兰基来说，这个女孩在他眼里就是个天使，非但没有把肺痨传染给他，还让他尝到了爱情的滋味。女孩的离开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之前失去过弟弟和外婆，甚至还有爸爸，那种心痛程度远不及此。回到家后，母亲突然来看望他，和弗兰基说了家里的情况。一个弟弟去参军，另一个也有了工作。此时的他内心还有很多的抱怨当初妈妈不管他，任由自己是死是活，但他的心里何尝不想念家人。再加上失去女孩的痛苦，让弗兰基再也憋不住，抱着妈妈痛哭起来。但这一切终将过去，弗兰基鼓起勇气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好在上天对他不薄，让他又找到了一个赚小费的差事。富婆打开门，仔细打量着男孩，随后将他一把拉进屋内，并表示如果能让他满意，他就会支付给男孩一些报酬。从此弗兰基有了另一份可观的收入。转眼间弗兰基已经16岁了。生日这天，他去酒吧喝了第1杯成人酒。当天晚上，他醉得就像酒鬼父亲一样，唱着他父亲喝醉时唱的歌，做着他父亲喝醉时做的事。母亲为此非常生气，骂他以后会跟他的酒鬼父亲一样。You and Lemon Griffin, you slut! 就这样，2人越吵越凶。弗兰基对母亲说了许多侮辱的话，甚至在酒精的作祟下还大打出手。打完后又立刻陷入极度的后悔中，整整1天都跪在教堂里面赎罪。弗兰基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，不然就会变成和父亲一样的酒鬼。在自我救赎之后，弗兰基来到富婆家帮他写信，可这时发现富婆已经猝死了。他并没有像普通孩子一样惊慌，而是偷走了富婆的存款和账本，几乎所有穷人的名字都出现在账本里，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母亲。随后弗兰基将账本扔进大海，让所有债务都付之东流，然后立马买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，去实现自己多年以来读书的梦想。在离家的前一晚，一家人为弗兰基饯行，此次一别不知多久才能重逢，也不知前途会有多少黑暗。此时国外一轮明月照亮大地，似乎意味着弗兰基前途一片光明，家人们都在许愿如此。月光下，弗兰基看到了自己5岁和11岁的样子，自己已然不是那个毛头小子，曾经的苦难都是最好的老师，是那些磨难才能让自己成长，才能让自己明白，当一个人穷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帮你，唯有努力才能实现目标。当儿时的自己消失时，这也意味着自己和过去已经彻底告别了，他要开始全新的生活。到达美国后，弗兰基一边打工一边学习，凭借自己写作方面的才华，成功考上大学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和作家。电影就是根据他的小说翻拍而来，这也是他的真实自述。苦难不可怕，最重要的是能在逆境中成长，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心中的那个自己。